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拍到第1年还第2年，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约大稻埕，然后走路聊天嘛，然后有想到就拍到后面，因为实在是做得很辛苦，就是每个影片丢上去就3个赞，3个赞5个赞，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没有人看嘛。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挫折在，可是我们不会丢出来讲，有时候这个事情是不能讲的。我们即使知道做这些东西是很徒劳的、很烂，我们还是就继续做。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我们就每个礼拜约下礼拜说，哎，下礼拜几大家有空啊？突然有一次，我们那个群组没有人回，没有人回说，哎，要约下礼拜是什么时候？就没有人回。我也看到了，没有人要约下一次，我也是放着，因为我的心情也是拍这个到底要干嘛，然后有一点点把一部分时间搁在这里，就实在拍不下去。我们就这样子，大家也都没有讲哦，就是大家心中一把尺，那个群组就再也没讲话，2-3个月大家都没讲话，因为都过自己的事嘛，2-3个月，直到脸书有一个陌生人密我们的粉丝专页，密说他是某某那个什么广告类似相关产业的一类拍影片的产业的人，然后他想要跟我们聊聊，然后也不知道聊什么，我们就说好啊，那就去。他就说你们的东西真的屌，然后希望你们继续拍下去。我们就觉得哇靠，竟然有人在看我们的东西，而且那个人不认识，因为每次留言都有3-4个人在下面留言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就为了这3-4个人，我们就继续拍，就这样。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 ，ZOS 软胖护不分长短1499。大家好，我是 Elaine， 最短命的网红 ，AKA 全民老干妈。谢谢大家的喜欢，我要开新频道了，请大家多订阅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那今天喝什么呢？一样是喝邦尼维尔，我们的老朋友19号大人饮品。那我们就干杯，人生啊！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那这段最主要在聊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伙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 King。大家好，我是乐咖。我们今天邀请到反正我很闲的乐咖来分享一下他们的人生故事。大家对你们一定都是从反正我很闲开始嘛。乐咖可以帮我们大概先分享一下，说你们当初是怎么会想要成立这个频道的呢？其实当时成立频道也没有说要做 YouTube， 不是要做 KOL 的概念，因为我们就是科班出身嘛。我自己其实是高中就喜欢拍一些东西，然后大学就是在类似影视的学校，相关科系的学校，所以我的目标其实一直都是拍电影，当然是没机会拍嘛。所以我在硕班的时候刚好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些网络短片丢在网络上，把 YouTube 当成云端，给自己人就是看一看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以这个形式来拍的。那为什么我自己看反正我以前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他有点在拍一种乳蛇的这一种的概念在。乳蛇就是没错啊，因为我们当时真的是乳蛇。对，其实混的都不好啊，你懂啊？就是我跟那钟家波那个时候都是毕业后，然后都是在影视相关的行业做。其实这个行业就是高压，然后高工时的环境。所以为什么人民法锤那个时候我们针对高压高工时有做出一些我们的一些不满，都是来自于就是我们那个工作环境是这样被压榨。对对对，我印象很深，就有一次我们拍一个班，我拍了23个小时，我领2000块。我出门的时候，我阿嬷早上5点多在吃早餐，我下一次收班回来，她在吃第2顿早餐。就是已经过一天了，然后我就觉得哇靠！我其实看他吃第2顿早餐的时候，心情蛮差的，就是会觉得时间已经错乱了那种心情。然后这个环境，然后会觉得说哇，我那时候进这行就是想拍片啊，想创作啊，可是在这个工作环境上就是很不如意，然后做得很累这样子。那当下阿嬷看到你有什么反应吗？没有，他已经习惯了，因为拍片都是这样子哦，就是日夜颠倒啊，然后有时候拍翻班的，因为拍翻班有时候钱比较多。什么是拍翻班？拍翻班就是有时候拍半夜，拍半夜的话就是钱比较多。刚刚有说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网络硬碟的概念在嘛？就是这些创作的来源是怎么进行的？刚开始就是想要搞笑嘛，拍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结果我们就想不到要拍什么。我跟钟阿波我们就会走到那个大稻埕，那时候连公共室都没有，大概1个礼拜约个1-2次，就是散步，从大稻埕走到污水处理厂，然后在污水处理厂然后再走回来，边走边聊天，就是我们都会围绕在说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可以骂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啦，所以才找东西骂，然后找什么事情呢？生活很不如意的事情，这就变成我们创作的养分这样子。用这个频道当做你们想发泄的一个出口。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拍也没有人看嘛。那我比较好奇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对影像制作这件事情有兴趣？就是高中的时候，其实不是很会读书的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专长，选科系也不知道要选什么。后来我就觉得我对画画好像有一点天分，然后那时候我高中就读社会组，后来又觉得拍片
很有趣。那时候喜欢搞笑了，我记得那时候高中，我跟钟家波是戏剧社的，我们就是在那种校庆啊、表演啊，我们两个就是会演一些话剧啊什么的，主要是爱表演。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发现我对镜头好像很敏感，我就觉得，我做这个好像做得来，就选这个科系，因为做其他都做不好，唯独做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小成就感。你刚刚说对镜头很敏感是指什么意思？高中我们是普通高中，其实都没有学拍片，我就自己去看，因为那时候我是拍 MV， 然后我就自己去看现在那个 MV 他们是怎么拍的，然后我就想到其实他拍2遍就是这个跳舞的人他在跳舞，可是他不是跳2遍以上，因为他是有镜头去跟镜头去对接嘛，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要自己试试看，然后在剪接的时候我们就跳很多遍，用镜头进镜头接起来，大概是这样。所以那第一支片就是刚刚讲的跳舞的影片吗？好玩啊，那高中乱玩的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是班上的同学是蛮讶异，就是做的一个感觉做的比较好一点的东西。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感觉，包括老师和那个同学，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觉得我好像这个专长好像可以继续发挥一下。后来在大学就是继续拍剧情片嘛，应该说一直都是以电影为出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学校的老师那时候刚进大学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各位同学啊，你们不要每个人都想当导演啊，你不要当导演，你们这个电影电影有很多职位可以做啊。老师要跟我们讲一个观念，他是在跟我们讲说，电影是万人过独木桥的行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然后他就说，你其实有很多选择。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啊，我来这边就是初衷就是要当导演，我就一直对这句话，我就一直记到现在，就觉得这个初衷走下来应该是走下去是对的，就坚持下来。对，坚持下去。过程应该有遇到一些挫折吧？我其实是在拍反中文贤的时候才有这么大的创作空间。在学生的时候就是要领补助，我们拍片的时候是都是跟那个文化局那个领补助，就是要申请，然后提企划，然后好的故事才有办法机会拍。我们拍一部短片几乎都是50万、100万、200万这样子去拍的，短片就是要这么贵，所以你每一次都要把握每一次创作的机会。你下一次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学生的时候是这样子，后来拍反中文贤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就是好，那我就拿手机就是创作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前前后后大概创作了几部作品？2部而已。应该说以学生的时候你能拍到1部2部就很不错了，真的。每个人要申请到很难，2年熬1部3年熬1部这种都很有机会的。因为我记得我那一年硕班毕业就差不多2个人，我们那班10几个人，然后真的有毕业，因为我们毕业是要拍2个短片，然后1部30分钟的，我们叫做2短1长这样子。大部分都是拍不出来。为什么会拍不出来？一个是申请不到政府的预算，大部分都是跟政府请钱，我们这行都是靠政府才活得下去这样子。还有个公视啊、人生剧展啊什么的，学生剧展就申请不到，不是那么容易拍的。所以你后来有毕业？对，我运气好有毕业。听起来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当初会想要让你坚持持续拍下去，一定要毕业拿到这个文凭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当时没有一定是要有文凭。对，当时没有一定要文凭，因为你好认真在问这个问题哦。因为我一方面也知道说这一行不看文凭的，这一行不是看你的学历。对，如果我刚刚听起来认知，他们其实只要你会这技能，你就可以从事这个行业。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好奇说，那为什么他会想要拍完这些？他应该也是凑巧刚好拿到有预算。我跟你讲，都是走一步算一步，就是摸了石头过河这样子。我当时是这个概念。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进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心想不是要毕业的，我是想要用学校资源创作。等于说职场环境你很难拍到自己想拍的嘛。然后我想说，好，那如果研究所那个有机会创作，我就多一个创作的机会这样子。慢慢就是都申请到了，然后我想说，我好像凑齐了，那我好像可以拼个毕业。于是我才决定，在我第5年还是6年的时候，我读了5年还6年，我忘记。那我去问那个注册组那边是要毕业要什么门槛，写论文要写论文，对，然后才开始研究毕业是要怎么一回事，口试啊、企划什么的。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毕业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以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他不是真的为了文凭在做这件事情，他其实只是想透过这样的资源，然后去符合他自己兴趣的东西。就像你小时候，你有想做什么吗？小时候想当科学家，那你有去做过实验吗？没有。刚刚我听洛卡讲，其实他有点就是小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天赋在哪里了。我觉得读硕班还有一个心理是可以晚一点进社会，你可以躲在那个里面，然后对，就这样子，然后刚好都
都拍到了，所以就其实也没有太坚持什么，就是躲在里面，然后刚好都凑完了，所以就来拼个文凭这样子。所以反正我以前是在硕班的时期，刚好硕班时期，因为也就是真的很闲嘛，就拍这个短片这样。你们的第一支片那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哦，这个讲有点长，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想说，好，我们要来拍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去音乐季，然后刚好去音乐季的时候，就想说这个场地我们可以编一个什么故事这样子，就想说我们编1集、2集、3集，然后拍一个连续的短片这样子。到会场其实一团乱，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后来全部都打掉了，我们就发现说好像不能这样拍，所以我们就拿我们原本想的故事，随便找一个段落就直接拿来拍了。第1集也就30秒而已，我还有50秒，就是一个我去跟一个音乐季的女生搭讪，然后搭讪失败哦，没了。我跟你讲，故事那么简陋，是因为原本其实是很长的，该拍的都没拍到，最后只剩这个30秒的版本。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还记得你当时拍什么东西？真的有点忘记了。我记得是一个连续剧，然后很复杂。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搞清楚短片是要讲什么，因为其实科班出身的，所以想象都是用短片的形式、电影的形式去想。是我们做下去才发现说，其实不是这样，放在这个平台上面会有些微的差别。刚开始我记得我们创作《人民的法锤》的时候，我拿这个片给那个我们朋友看，然后朋友看就觉得，其实蛮好笑的可是我看不完。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会看不完？他就说太长了。我说怎么会长呢？我们真的都已经很短啦。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到底为什么他们觉得长？后来我发现是平台的关系，因为大部分看 YouTube 的人都是用手机看，基本上你不好看你就滑掉。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是我们理想都在电影院播嘛，我们学校也是有大戏院或是到投影机，就是好好大家坐着把它看完。可是短片是原来大家用手机是看不完的。我就在想说，好，我要怎么剪短呢？可是故事就这样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乱剪好了，我就把画跟画中间挖掉，最后就变成跳接了。我就一直跳接，反正也没有人要看我们的东西嘛。我就一直跳接，因为我的概念是要把时间压短，所以就形成跳接这个形式。所以你们风格的跳接就是因为这样的产生的。对，起初我是要压时间的，因为我们学是不会这样学的，因为角色在演戏，你需要有情绪，你要中间那个空白是有意义的，放在这个网络短片是完全不成立，因为没有人会等你。你又是本科系毕业的，你那个时候选择了一个老师不允许、老师不鼓励的方法，就是心中难道不会有这一种罪恶感还是什么之类的吗？就当然短片想要拍质感嘛，一开始就是觉得要拍质感，可是就跟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拍一个片了不起一定要10几20万，就是一定要这样的钱。那我说他哪有这个钱啊？就是想创作，然后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就是用手机，连打灯、收音全部都没有。所以收音的话，我们就是经常说，那个演员我们就演大声，我们用喊的就好了。就是因为手机它收音收不到，我们用喊的。我们不会有这个器材啦。我跟你讲，你这种东西我们是到现在都没有的。就是觉得说，那我们就是破破烂烂的这样子好像在我们同行，因为我们当时是脸书的时代，就是把这个影片丢到脸书，然后我们脸书朋友都是拍片圈的嘛。拍片圈的人，我就想说，如果这些拍片圈的人都知道技术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做一件技术是0的事情。就搞得很烂。那我想说，连技术都在搞笑，我们就是连拍东西都在搞笑，就是连剪接都在搞笑，连摄影都在搞笑，连声音都在搞笑，就是这种烂感达到一个，反正我就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啊，这样的情况下拍的。刚刚正要问你说，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用手机拍？这是很糗的一件事情。但你们现在应该也买得起器材，为什么最后还是坚持用手机拍？觉得拍这样还是喜欢这个风格，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破破烂烂是一种帅。我们当时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自傲的，就是觉得很土炮，然后什么都没有，可是情感是表达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愤怒，或者是搞笑，或者是什么，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东西是蛮酷的，就因为这么粗糙到人家对他有记忆点。那天在讲要访问乐咖的时候，然后我们旁边有一个行政在旁边，他说那个是什么频道？我说他们叫反正我很闲。他说我没看过他就用他电脑搜寻一下，他说哇这画面好不美啊。你看，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反差感。美的东西看多了，突然有一个很不美的东西，你就会对它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画面怎么可以这么粗糙？其实我可以大胆的假设一个情况下是，所以你们的频道一开始就有先想好是说，就是拍给男生看的影片。没有，就是拿自己的生活上方方面面的事情来看而已。我们频道的那个后台数据看的，我们是男粉是93%，女生是7%。我们自己看下来也就怎么会这样子？没道理啊。然后后来我个学妹我就说，我跟你讲，我在拍这个，你要不要看一下？他就点那个 YouTube， 他说他看了这些页面的标题，他说他没有一个想点。你看，我就说吧，对，我说，完全没有女生喜欢呢。
对啊，怎么会这样？其实也不知道。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想过说想要去拍给女生看的片吗？我们拍这个的初衷就是我们也没有市场调查，我们也没有了解说我们现在拍这个东西是要给谁看，没有，就是拍自己想拍的，然后自己就是宣泄自己的人生的不满这样子。那我觉得最让我觉得佩服的是说，遇到很多创作者是这样，他们会因为他的某一块，他想要吃新的一块市场，他想要去吃新的 TA 仔，他会改变他的创作的内容。但你们其实是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但你们还是在拍你们想拍的东西。即使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就觉得自己有趣的主题，其实很少去看客群他们喜欢什么，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就不会去往这边走。我觉得最主要是满足创作的自由。我走了这一行，我深深体会到，就是很多同行的我们在拍影视制作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没办法这么自由的拍片。我就觉得说，哇，我真的是很幸运，就是我能够有机会拍自己想拍的，然后自由度这么大，然后即使是有在业配了的那个自由度还是这么大，然后我就觉得还蛮珍惜这个东西。大部分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标题，大概是什么类的产品，然后要主推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就丢一个故事给他，故事长这样，然后拍的也破破烂烂的，拍破破烂烂的，他们也没办法雕什么，他会雕一些你的字体怎么样，你的配乐怎么样，可是他没有的雕，因为我们东西都是没有音乐、没有字幕的。对，自由度真的很高。我还是觉得最佩服是因为他们即便知道某个东西改变可能会有迎合一些新的观众，没有，他们还是在拍他们想拍，他们也不想要插销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有时候会为了某一个观众去想说，我可能想打开那一块市场。当你在打开那一块市场之后，本来接受你的东西也会一部分的也会离开。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们拍有一个角色叫那个浪漫 Duke， 那个角色有一点点回响了，大家有一点点反应了。我们反而因为这样子，他们好像很喜欢那我不拍了。我们当时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角色我们不拍了。多多少少有在了解到，就是说刚开始创作者他们都会开始摸索很多题材嘛，然后这个题材中了之后，他们就会单元就往那个中了那个方向一直做，对不对？可是我们就觉得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好像很不酷。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是确实是完全没在管成功的，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成功很久了。我们这个影片拍到第3年才有人发现，拍了2-3年，评要还不到1万。浪漫 Duke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大概订阅才600人，就觉得身边有一些回响。可是我们就觉得说，你们越是喜欢这个角色，我们就越不拍。Baby 就是红了，不拍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说，我要永远想新的东西。到目前频道经营到现在几年了？第5年。对，那你不会遇到那一种没有梗或者是创作瓶颈？对，创作瓶颈。一定会有。我跟钟阿波讨论，长时间都是在发呆的，很有可能一个下午是什么事都没事做。有时候撞到就是会直接把那个故事想完，想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想，天马行空，随便乱想啊。你生活中关注什么啊？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或者你最近看了什么书啊？都是拿来这样子，很多时候是丢不出来。那你们那个时候会有那一种强迫自己每个礼拜周更，或者是多久更新一次这样的压力吗？有，那时候没有人看的时候，我们还自己希望自己要周更呢。我们还自己没有人看自己周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过年好，我们来设计一个过年的档期好了。然后我们朋友在旁边听，他就说没有人要看呐，你还设计什么档期什么的。结果后来我们过年发了那一集，果然没有人看。果然真的没有人看。那你们怎么去调试那个心态的？没有人看，我这边分享一个。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拍到第1年还第2年，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约大稻埕，然后走路聊天嘛，然后有想到的就拍，然后还规定自己一个礼拜拍1集。拍到后面，因为实在是做的很辛苦，就是每个影片丢上去就3个赞，3个赞5个赞，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没有人看嘛，就这样子我们还是继续拍，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超好玩，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挫折在，就是可是我们不会丢出来讲，有时候这个事情是不能讲的，你丢出来就跟你在爬山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吵说干好累哦，还有多久啊，就是这样子。我们是都没有讲，我们即使知道做这些东西是很徒劳的很烂，我们还是就继续做。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我们就每个礼拜约下礼拜说下礼拜几大家有空啊。突然有一次我们那个群组没有人回说要约下礼拜是什么时候，就没有人回。我也看到了没有人要约下一次，我也是放着，因为我的心情也是拍这个到底要干嘛，然后有一点点把一部分时间搁在这里，就实在拍不下去。我们就这样子，大家也都没有讲哦，就是大家心中一把尺，那个群组就再也没讲话，2-3个月大家都没讲话，因为都过自己的事嘛，2-3个月，直到脸书有一个陌生人密我们的粉丝专页，密说他是某某那个什么广告类似相关产业的一类拍影片的产业的人，然后他想要跟我们聊聊，然后也不知道聊什么，我们就说好，那就去。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公司的老板在找一些 KOL 合作，他就把那个我们的东西丢给老板，然后那个老板
看了看不懂，他不知道在干嘛，他是对，他连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干嘛，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是 YouTube， 那个形式实在太奇怪了，所以那个老板就是看不懂嘛，理当他就是没有要找我们，但是这个人他很喜欢嘛，所以他就私下找我们出来，他就说你们的东西真的屌，然后希望你们继续拍下去，然后虽然我也没办法给你们什么资源，但是我是私信希望你们继续拍啦。我们就觉得哇靠，竟然有人在看我们的东西，而且那个人不认识，他也知道我们频道3-4个月没出片这件事，他都知道，他就说你们怎么没在更新呢？我们就觉得说干，真的是有人在看我们东西，然后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就继续拍，然后因为每次留言都有3-4个人在下面留言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就为了这3-4个人，我们就继续拍。就这样，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个陌生人专门把我们约出来，叫我们继续拍，我们才重启这个繁殖文献这件事情。这真的是人生中的贵人呢。对，第1年那时候结束，我们有办那个尾牙，尾牙把那个人找来。然后那个人他没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他就是被找来吃饭，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真的全场最感谢这个人，因为就这个人叫我们继续拍下去。你们是因为这样的契机点，然后就坚持拍下去？应该说有得到一些人的鼓励，就这样。但是那从这件事情发生到陆续有人开始看这一段路程多久？就继续拍之后还是没有人看，其实就是觉得还是蛮好玩的，就是再累都好玩。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拍有一集是写手印打房的那个什么那个写手印的那一集，那一集我印象中我们录到凌晨3-4点，我们再把那个地板再刷，因为地板都是红红的手印，然后我们刷，然后刷到回到家天亮了，我阿嬷又在吃早餐。重点是我上次那个还有2000块，我这个还没有钱，我觉得感觉不一样。我没有钱，可是我超快乐。我拍那个东西，我觉得干那东西超级强，我就觉得这个剧本超屌、超好玩。然后没有人管我们，直到拍到那个记忆卡那一集发生之后的爆款的速度是什么样子呈现？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网站，它是写一个什么台湾 YouTube 的那个榜单，然后我就看到我们的那个频道就一直往上，就流量一快到已经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确实是没有预期到会这样。隔天点开就多10万，隔天点开多10万，反正就是每天打开那个数字就一直变，一直变。那你那个时候当下心情是什么样子？我们当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吓到，因为没有来得太快，因为我们不是3000、稳定增长5000、8000、1万、2万，不是，我们是1万直接跳到50万，就是这样的陡峭的这个速度，所以才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时候嘞，那时候的心情是，当然是很开心了，就是哇，这个终于有收获了这样子。可是当然伴随着就是好，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一定都是压力很大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沉寂2-3个月没有在拍新的，就一直在想，好，我们现在该要拍什么？不敢冒进。其实这个蛮冲突的，就是其实这个也不是只有你们创业是这样子，没做好都没关系，好像有任何可能性。可是当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门生意做起来了，反倒这种东西好像变成是一副枷锁捆绑着你。你们是突然爆红吗？那你说也沉寂了一阵才拍的第一支片，会有网友攻击吗？或者是开始讨论你们这种感受的变化是怎么样？那时候没什么攻击，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有一票人去说啊，这个我以前早就在看了，你们现在才看。就听说你们还在几千粉丝的时候，那时候浩浩常会关注你们频道。其实他很早就知道，好像是蓝一鸣先知道的，然后他跟他讲，就是他偶尔都会在下面留言，我都看到浩浩在留言，然后我想哇，好感动哦，我被超大 YouTuber 赞美这样子，然后很感动这样子。刚刚讲就是说到后来就是有人关注你们的时候嘛，会有那种得失心的产生或发生吗？当然包袱就变比较多了，每次拍一个都变成格外小心嘛，一定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变成比较怕人群。有一次我在那个音乐季的时候，然后我一如往常是跟以前一样，因为我听音乐听10年了，结果我那次去听的时候，全部人朝我看，然后我的视角就很像是一群僵尸冲过来。因为他们是要拍照，我第一件事一个念头就是跑，我要赶快跑。我就赶快跑，然后我就不敢进那个会场，我没有算到说在人群会被看这件事情，我没有算到，然后那个时候就很不想出门。记得那时候我在那个图书馆，然后我平常就从小到大都去的那个图书馆，写剧本都会去那边，然后我发现我去那边被人家偷拍，他就后来传个便条纸给我说，你是乐咖吗？我可不可以跟你拍照？我从此之后就不去那个图书馆。
其实蛮多人红的是蛮enjoy这件事情的啊。没有，我觉得我跟庄大波应该是都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没有把红这件事情放在那个人生目标里面，对，就是你们只想创作好玩的嘛。你们只想要东西有人看就好。当然有人看是更好，可是没有想到说要在外面要承受这些。其实那时候不会想这个，有时候是私领域跟公领域的问题，就是我不太喜欢有人认出来，然后说，哎，你不是那个谁谁谁，我就觉得，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现在都会有一个雷达，就是有谁在看我都会有一个雷达。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直觉会去想那个地方年轻人多吗？如果多了，我就不去了。有一次我在那个世新大学那个旁边那个吃牛肉面，那家牛肉面我很喜欢吃，可是有一次我进去，我看到那里面全部都是男大学生，我马上掉头走。因为那边到90%几都是男生，所以都是年轻人。但是只要是长辈、家庭、女生都很自在，因为那你可以去往美餐厅，对，你可以去往美餐厅，不一定会有人看。对，只要不是男生就可以。你们有想过为什么你们的频道特别多男生喜欢看吗？可能都是一些直男梗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很多都是追女生没追到嘛，或者都可能是这种题材。你创作那么多影片嘛，你有没有哪一集是你觉得最有趣的、最有印象的？我觉得罗马竞技生死斗嘛，因为罗马竞技生死斗是发散到影片之外的效应，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意外的。最刚开始是有一个网友，然后他拿2个保特瓶在学我们那个罗马竞技生死斗在打，然后他就 po 一个限动，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人在打这个好好玩哦，然后我就分享之后，后面就大家都开始学了，后面是开始每个大学都在办罗马竞技生死斗的比赛。然后开始办比赛了，比赛校际杯，到最后衍生成每个学校的第1名，然后来办全国大赛。感觉超强的，对，超强的，那个完全也是于意料之外的，就是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最后办那个全国大赛的时候，是有联系我们，问我们说，哎，要怎么样策划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办活动不会，就是还是交给学生去处理，然后我们就出席而已。他们还自己调那个投影机，自己用那个音响，整个活动全部都他们办的。事实上，他们也只是跟我们回报说，哦，现在进展什么状况这样子。最后我们还为了这个，我们好像自己去做一个冠军腰带，然后全国大赛第1届罗马竞技生死斗总冠军，然后是一个彰化师大的篮球校队的，体育很好，然后他打到第1名，我们就送他一个腰带。我跟你讲，超好笑的，因为那时候台北电影节在直播，然后罗马竞技生死斗全国大赛也在直播，我们这边的直播人数8万，然后他们那边好像8000。那时候其实我是在看台北电影节现在颁奖怎样，因为我也是喜欢看台北电影节。你们到目前的创作来说，有没有什么是真的想要分享、传递一些讯息给别人的？我觉得三大王那集我是蛮喜欢的。三大王他就在讲说，这个三大王他觉得自己是英雄，可是他搞到最后才发现他自己是一个三国武将里面的杂兵。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像那时候我创作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说哇自己怀才不遇，自己就是很厉害啊，或是怎样，自己觉得努力一定有收获什么什么。可是当你意识到就是努力到最后发现你其实就是一个平凡人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接受它？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心中，我一直都有这一集，也就是很像我们那时候拍的初衷啊，那些很多想法都是在这一集。回到刚刚讲是说到目前也创作了5年多的时间嘛，其实你们频道的更新速度相对比较缓慢，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吗？还是没有，我们从红了之后都是有案子就做，有案子就做。然后到现在就是这样子，我们也没有明定说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真的自由自在的拍片这件事情是拍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这样也是初衷嘛。对啊，就这个东西不好玩，我觉得就不想做了。你们团队都可以坚持这样的做法，这也是蛮不容易的。你们是有沟通过吗？还是其实大家的个性都这样？大家个性，我觉得个性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没有人看得懂的风格跟方向，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定义我们自己喜欢就好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初衷嘛。你看我们3个人可以这样一路弄到现在，都是这个个性啊。我刚才正要问说，你们成名之后对生活对这些有什么改变？就是我变得是比较怕出门啊，现在是慢慢适应了。刚开始很不适应，我觉得我们是事后过很久我才跟庄家波聊这件事情。那时候刚发生的时候，我们2个也都没在谈这个，因为谈这个没办法解决，就是我们都去自己去吸收这件事情。现在就是慢慢的，我去年才去那个大港开唱，其实我已经很久没去大港开唱的原因，是因为
为我真的去那边就是一定就是我就是人形立牌。有时候会自己在想，就是我10年前听团都是这样听，然后我从此之后不能自由自在听团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有点过不去。可是今年就是有我很喜欢的团，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不管了，我就是要去了，因为我觉得再这样子的话，我要怎么生活？我说哪里我都要躲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回到一个听团仔的最刚开始的初衷，那个时候年轻的初衷，我就去，然后不管大家怎么看我，我就是听了，我必须要做出更大的改变，不然我没办法。没有办法在生活跟工作取得一个平衡，对吧？因为我听团我是会到前面冲撞的人，我是之后做这个频道我就不太敢到前面，因为我觉得到前面，比如说我在专心看这个舞台上的人，可是我有另一个的情绪是我觉得大家在看我，然后我就觉得没办法专心了，也就是适应。那今年这样尝试完，你觉得有什么样心得吗？我觉得蛮自在的，就是心性调试就没差了。大家跟我打招呼或是跟我拍照，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遮遮掩掩。那2天我还蛮好玩的，就心境自己转变了。那你有跟钟家波聊过这个心境的转变吗？我们2个那时候在喝酒的时候，在那边喝，那时候搭着肩膀，然后在讲说我们永远回不去之前那个样子了，然后再这样子讲到这样子哦，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就只有我们2个，而且是我们是最能理解对方的状况的。最后想要问给我们的观众一个建议，因为毕竟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有些人模仿你们嘛，或者他们想要因为你们的关系踏入这个 YouTube 的圈子，你有什么经验谈，或者你有什么心得想要给他们做建议？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专长啊，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专长是做这个。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什么都不会，可是我对于做戏剧是我的专长 ，YouTube 是一个媒介。然后发挥到我的专长，就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专长。然后我的经验是，这个专长就会带你走到很远。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会想要对刚开始做的那个你对自己说的一句话？还是很谢谢当时觉得学电影这一块，我还是提到，就是做有兴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是你工作的态度，或者是你在学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大家不看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继续做了，我们都坚持下去了，就这样啊。我的人生经验，我只能分享这些。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在聊的是，反正我嫌乐咖来分享他们的创造这个频道的一个历程。那我觉得对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长期关注我们频道的人来说，我觉得最有感的是他怎么坚持一直持续创作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今天看完这一集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看法，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What the fuck life， 看面对人生觉得是勇气，我们就下集见，拜拜。